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人在马来西亚的塔都丁宜。可以看到，我住在一个非常漂亮、惬意的小屋。不是有一句话叫"福祸相依"吗？然后我本来是要去住在槟城的乔治城，但是因为它就是这几天刚好乔治城治水，然后我就想，好，那我去找一下哪个地方不会受到这个治水制度的影响。结果就是这里，天哪！然后我就住进这一间梦幻的房间。我特别喜欢就是很多窗户，然后有窗帘这样飘起来。虽然现在非常热，我满头大汗，但是我开的是风扇，不是空调，因为我喜欢就是接受一点自然的风。然后这个街区也非常漂亮，有山，然后很安静，有一点鸟。在这个住处之前，我从机场附近出发，坐了近2个小时的巴士，从热浪滚滚的室外进入凉爽安静的车内，观察各式各样的人。这2个小时一点也不漫长。其中一个女孩穿着马来西亚校服，应该是在复习化学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学生时期。接近我住的街区的时候，两侧旺盛生长的植物几乎快要包裹这条窄窄的小路。这辆车在自然中穿梭，很显然，这里自然占上了风。对了，我今天是想要来开箱，我这一次带了什么？那其实呢，我是一个包包控，但不是奢侈品包包，而是这种独旅的包包，最好是像一个行李箱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包包其实你可以说它非常的丑，但在我看来，它就是非常的有魅力。我觉得我这一次买对了。那就来看一下我这一次带了什么吧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包包呢，它是可以完全打开的，像一个行李箱一样。叮叮。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住在机场附近嘛，所以已经打开过了，但还是一包一包的。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大容量。我衣服其实不多，就这样一包嘛。好，把这一包拿出来之后，这个是我昨天穿的衣服，然后我就有2包，就是本来是把液体跟非液体给分开了，但因为昨天用过，所以现在是乱的。不过就是这样子2包，非常的舒适。然后这包是我拍摄的设备。这个包呢，它最近更新了，所以它有的新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充电宝的位置，大家要注意看。这个充电宝呢，它可以接到一个洞，这个洞就在这里，可以把那条线给穿出来。你看这么完美的包，然后这里我就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嘛。那这个是我的一次性枕套，不要小看它，它容量特别的大。你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一格，这一格呢，可以放电脑，然后这个我就是放了我那些线啊什么的。其实 OK， 反正这个就是可以放电脑，我的是比较小的那个 Pro。那你可以看到呢，它旁边啊，这里还有一格，就是放雨伞。我刚刚在乔治城的时候是没有下雨的，结果一来到这里我就感觉非常的湿润，所以雨伞在马来西亚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然后另外这边呢，这一格呢，我放了我自己的拖鞋。然后注意看的，这里还有隐藏的一个小格。然后这个小格呢，我就是装了一些一次性的那个马桶套。我朋友推荐我，他真的非常聪明。
它正面呢是这样子的，我其实是想买黑色的，但是黑色就有我刚刚说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充电宝的这一个地方嘛，我就买了军绿色。江江啊，这个就是我的耳塞呀、眼罩啊，然后这里我这一次考虑了非常久要带哪本书，我有2本书特别想带，第一本就是这一本叫做宇宙高速驾驶员，就是它是一个旅行日记。然后另外一本就是科学怪人，那一本我也非常想看，但是带2本的话我很怕超重，纠结了很久就选了这一本。接着你看这里我本来是放了我的日记本，因为我的日记本小小本的，这样就是这样子的，旁边这一个就放笔，多么完美。里面还有一个，你看这有个钥匙，那我就放了我家的钥匙，因为我现在用不到嘛，那就放了钥匙啦。然后放了我的移动硬盘，这个有1个 TB， 我临时买的，因为旅行的话想要轻便一点，这个真的很轻很轻，但我觉得不便宜，这个要港币600，然后里面我还放了一盒我画画的水彩啊。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格，就是可以放各种东西。我这次没放，因为我这次带的东西很少嘛。然后让我再看看哦，这个它就是可以夹在行李箱的。那这一个呢，是一个手机的标志，但是我的手机有点大，放不进去，所以我这里就放了耳机，有一条是电脑的，一条是苹果手机的。我跟你们讲非常好笑，我之前有那个苹果的无线耳机嘛，正常不是会丢那个耳机吗？结果我丢了耳机的夹，最后一点我很喜欢的。这个我有讲过吗？这个我还没讲。这个小格，我刚去一家印度餐厅打包。OK，Thank you。最后跟你讲，还没讲完。这个包这里也非常的实用，它是那种防水的，所以我就是随便地上就一放。以上就是我这一次对我的包包的开箱。今天晚上我选了一间非常在地的餐厅，特地挑了一个角落坐着，这样我就可以一览全部的人，这比什么都有趣。这个海鲜拉沙超级好吃，很鲜甜，不小心咬到那个青辣椒会被辣到，但可以使用这杯叫做橘子荔枝的饮料拯救一下。餐后我给自己又安排了冰品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这个冰无敌好吃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口味，所以我吃完饭就问了一下那个小哥，然后呢，他就给我写 ABC， 我就问他 ABC 是什么啊？他说哦，就是你吃的那个冰啊，然后他都讲不出来。这间餐厅的员工边做饭边唱歌，然后很突然的放起 Beyond 的海阔天空，让我想起之前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一间中国餐厅，它外面贴着2排字：海阔凭鱼一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吃完饭出来正好赶上黄昏，白色的墙体被染上了漂亮的黄色，天空呈现出一种黄跟绿之间的颜色，是相机捕捉不到的。乌鸦叫嚣着，鉴于这个鸟的数量，走在路上我得小心一点，感觉随时会被鸟屎击中。我试着在记忆里搜寻跟今天的体验类似的经历，但我发现对我来说这就是全新的，是久违的崭新，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象到的。最后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这个完美的房间，请忽略我地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这个阳台啊，你看有乌鸦，
哦，还有我独自的小阳台，因为我是住在顶层，顶层只有我这个房间。哇，我真想1个月都住在这儿。你看这个，看不看得到？这里有个风铃。这里还有个风铃。哇，你看远处的天空多么漂亮。然后你在这里只能够听到乌鸦的叫声，没有什么汽车声啊，没有人的声音啊。那这就是我的房间，然后这里有个厕所，这厕所就正正常常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接着，这个是我